美国失算了，拉拢韩国参加反俄军演，却遭打脸。为何这次韩国小弟敢忤逆美国大哥呢？最近一段时间，美俄交锋不断，本以为普拜会给国际局势带来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没想到美国变脸太快，前脚还在与俄罗斯谈笑风生，后脚就以人权问题准备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战斗民族的脾气也是一点就燃，在美国制裁还没落实的时候，俄罗斯的反击就已经来了。据俄媒报道称，近日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模拟摧毁航母的军事演练，而本次演练的地点距离夏威夷非常近。美媒甚至称，俄军就是想通过在美家门口军演来给美国一个警告。显然，美国也不服气，既然俄罗斯冲到自家门口军演，那他们就拉着盟友一起，也在俄罗斯家门口搞军演。近日有消息称，美国与乌克兰拉拢多国，准备在俄罗斯黑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但是让美国没想到的是，这次他们竟然失算，被小弟狠狠扇了一耳光。据韩联社报道称，美国海军已经邀请了韩国参加在黑海的军事演习，但是在美国以官宣的形式声称韩国被列入参演国名单的时候，韩国军方却赶忙澄清，并没有参演计划。对此，肯定有人会疑惑。韩国作为美国的小弟，一直也是为美国马首是瞻，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美国说东，韩国绝不向西。他们从不顾警告，强行在国内部署萨德系统，以及向美国上交天价保护费等行为就能看出这些。那为何这次韩国竟如此大胆，敢忤逆美国大哥的意思呢？在分析看来，其实韩国也是有苦难言。第一，在黑海军演前不久，驻韩美军殴打当地居民的事情让韩国民众非常气愤。然而，这些驻韩的美国士兵就像拿了免死金牌一样，打人事件经常没有后续。因此，韩国民众纷纷聚集在美国大使馆面前表示抗议，甚至要求政府将驻韩美军驱离。但是，小弟怎么可能会赶走大哥？所以，为了平息民怨，这次就拒绝美军的邀请，聊表心意。第二，韩国不参加这场演习，有绝大部分原因是出于韩俄关系的考量。要知道，在黑海搞军演，就相当于在俄罗斯家门口撒野。况且，俄罗斯还郑重表态会密切关注这场军演，在必要时还会采取报复措施。因此，有韩国网友惊呼：“美国作死，可别拉上他们！”与俄罗斯这种核大国对抗，小小的韩国只会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最后不得不说，韩国激流勇退、明哲保身的做法，确实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一点，日本真该好好学习了。科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往往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物力的一个领域。而最近，美国在对待伊朗问题上，就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科技严重依赖美国带来的下场。据俄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当地时间6月22日的消息，伊朗官方2大主流电视台的网站突然被封，随后有误以为是技术故障的相关机构开始从其他伊朗媒体处查询可能的情况，结果发现伊朗一共36家媒体机构的网站遭到封停。如此巧合的事情同时发生，这是无法用技术故障来解释的。在第二天，外界人士才得知，原来伊朗媒体网站遭大规模封停，居然是美国人出的手。据俄媒爆料，封停伊朗网站的执行方是美国的工业与安全局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而美国司法部给出的解释是认为伊朗这些网站涉嫌散播虚假信息，因此予以封停。然而，有细心人士注意到，美国动手直接关停伊朗网站的前一天，伊朗新任总统刚刚就美伊局势表态不会向美国低头，伊朗的国防安全没有商量余地。然而，24小时不到就发生这种事情，这显然就是美国人的一种报复打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这种行为以及不单单是擅自关停他国官方媒体网站的一种霸权行为，更是对他国主权的一种侵略。关停他国官方媒体，说白了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舆论输出口径，在他国传播虚假信息，抢占舆论高地，而且以传播虚假信息为借口关停他国网站。最需要关停的恐怕就是欧美的各大主流网站。有观察人士指出，伊朗官方媒体网站可以任由美国肆意封停，这其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任何一种科学技术，如果任由其依赖他国，必定会出现这种任人宰割的情况。比如这一次被封的2个伊朗的官媒网站都是依托美国的亚马逊云建立的，而我国不少网站也同样是依托美国的亚马逊云建立。如果中美真正爆发战争，这些网站也同样将变成美国对华网络渗透的一个暗道。从过往的一系列事情中可以看出，相信美国会不干预美国企业的独立经营权，不是天真就是太傻。美国彻底露出獠牙，公然向俄罗斯施压，不料俄罗斯手握王牌，当着119个国家的面反给西方上了一课。在第9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公然表示，
倘若俄罗斯国家生存受到了威胁，那俄罗斯将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即使格拉西莫夫说得非常委婉，但不难看出其言语里有丝丝杀气。据悉，日前美国与乌克兰拉拢西方多国在黑海海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来自32个国家的5000名军人、32艘军舰以及40架飞机都将参加此次在黑海举行的海上威风2021军演。在俄罗斯家门口展开军事演习，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针对性，摆明了是冲着俄罗斯来的。美国集结多个国家在黑海展开军事演习，无异于是想公然向俄罗斯宣战。疑惑的是，近段时间美国不是接连向俄罗斯释放了友好信号吗？为了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美国不仅取消了北溪2号制裁，甚至还祈求跟俄罗斯进行两国领导人会谈。谁曾想，普拜会刚结束不久，美国就联合西方多国在俄罗斯家门口叫嚣。这不仅可以看出美俄会谈结果并不理想，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再也不想表演了，彻底露出了獠牙，继续全方面的向俄罗斯施压。不过话说回来，对于美俄领导人的会晤，外界普遍都不看好。美国向来对俄罗斯有着极强的敌意，绝对不可能突然转变对俄罗斯的态度。低头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在权衡一番后，决定先把对俄罗斯的敌意放一放，集中全部精力对付中国。身为老狐狸的普京不可能不知道拜登想缓和两国关系的目的。早在会谈前，俄罗斯方面就对外声称不会对此次会谈抱有很大的期望。或许正因如此，在面对美欧的施压，俄罗斯在第9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公开表示，俄罗斯将保留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权利。当着119个国家和组织约600名代表应邀出席的会议上，俄罗斯方面重申核武使用原则，释放大不了就是一战的信号，足以看出俄罗斯的强硬。一旦有国家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或者其他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俄罗斯将动用核武器反击，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不介意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不就是战斗民族的精神吗？当然，这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进行类似的表态。去年5月份，俄罗斯就曾经表示，无论美国用什么攻击，俄罗斯都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俄罗斯拥有大量的核武器，正是该国可以对抗美欧等国家的底气。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估计怎么都没想到，在露出獠牙后会被俄罗斯手中的王牌给轰炸，彻底被上了一课。惹怒中国后，美最高将领发出警告，为何说不要和中国开战？基辛格警告被忽视，缓兵之计吗？显而易见的，美国已把中国当成了首要战略对手，并且已经开始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对抗。在涉港、涉疆、台海问题等多个问题上，美国不断加大火力，不断激怒中国。而卸任的驻美大使崔天凯警告，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中美关系岌岌可危。而美国政客们却还不知收敛，似乎反华已经在全美形成共识。美国国内也开始担忧美国会滑入极端冲突思想。最近，美国最高将领就此发出警告。24号，《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次新上将米利表示，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能否承受这场战争将是巨大挑战，因为要阻止中美陷入冲突。虽然美国军队目前比中国军队更强大，但在对中国的战争中将会给美军带来严重问题，因此最好避免局势向冲突发展。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巨大昂贵的任务，对美军维持长期冲突的能力表示担忧。所以大国之间可能保持竞争状态，但不要陷入冲突。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共识。更何况中美都是拥核国家，一旦发生冲突，这都是中美无法承担的结果。这个大家都清楚，如果不是逼不得已，谁又想战争呢？但是某些流氓国家就喜欢搅乱世界，唯恐世界不乱，在动乱中掠夺资源，贩卖武器，巩固霸权地位。嘴上说着爱好和平，扛起人权大旗，实际上到处搞颜色革命，颠覆别国政权。尤其是快速崛起的中国，让美国产生史无前例的危机感。前段时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表示，历史以来美国第一次遇到这样势均力敌的对手，所以美国必须做好防止中国建立霸权的准备。不过他强调要在共存中压制对手，但是从美国领导层一系列举动来看，共存不存在的，反倒不惜任何手段都要扳倒中国。我们不会相信这些流氓国家的承诺，更不会中他们的缓兵之计。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快速提高国力，扩充核武库，这样才能彻底消除他们冲突的念头。
毕竟目前综合实力对比上仍然是美强中弱，我们还没到可以放松的时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怕战，中国无意挑战谁，但谁的挑战也不怕。中国也不想威胁谁，但谁的威胁也没用。中国有发展壮大的权利，有自主选择道路的自由，也有防御自卫的能力。其所谓的中国称霸，就是西方抛出的假命题。中国不想称霸，只想民族复兴，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如果美国非要对抗，那我们也只好迎战。